川普所谓的金琼计划，即使他建立4层的防护，基本上也是无效的，还是可以突穿。普丁就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海燕、波塞冬制造海啸，把你吞灭。金琼是毫无用处，在太空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太空战基本上就是相互摧毁对方。所以一般来讲，太空战绝对是攻击性的，不是防御性的。美国人跟日本说，我们建立太空军主要是为了防御，那是胡说，因为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卫星的安全，你只能够去摧毁对方卫星的存在而已。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是太空垃圾的问题。中国大陆曾经尝试用机器手背去夹垃圾送回地球，在大气层的过程中都把它燃烧掉。大陆对于太空研究跟了解确实进步的速度非常快，这也就是让美国压力很大的原因。中美的太空竞赛是胜负已定吗？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现在有了天宫，还有这个 AI 悟空，还披上了这个防弹衣。中国太空人大啖牛排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这一场看不到烟消的战场就是太空竞赛。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刚完成创举的是神舟2020号，疑似呢却遭到了太空碎片的撞击，因此呢推迟返回哦，也凸显了太空垃圾的问题，现在确实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呢，大陆早就已经料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9月底的时候就把他的天空太空站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怎么做呢？包括加装了这个全新的太空碎片的防护装置，堪称为天宫。披上了太空的防弹衣，并且加入了大陆自己研发的这个 AI 模型悟空，来帮助他们的太空人可以提升任务的效率跟它的安全度。那么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这个大陆的新技术，能够做到太空防御跟反制的双重能力吗？已经能够有能力来应对中美之间的太空战吗？赖老师怎么看？太空战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有效的防护啊，也就是说。即使川普所谓的这个金琼计划啊，也只能是保护地面上的地球的这个美国的安全。但是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它不能有效的防护，即使它建立4层的防护啊，它基本上也是无效的啊，因为还是可以突穿。俄罗斯普丁现在就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海燕，我可以用波塞冬，就是海神的这个核动力的。核导弹我可以制造海啸把你吞灭，所以你制造的那个金琼是毫无用处。在太空更是没有办法，太空基本上你没办法有效的防护，所以太空战基本上就是相互摧毁对方。例如说我打你的卫星，你打我的卫星，这个只能够这样做。所以一般来讲，太空战绝对是攻击性的，不是防御性的。美国人跟日本说，我们建立太空军主要是为了防御，那是胡说，那是欺骗，因为你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卫星的安全，你只能够去摧毁对方卫星的安全的存在而已。可是按照国际太空法的规定太空站你不能去攻击的。目前来讲，这个太空人是地球的资产。太空人如果他从太空降落到地球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任何人只要发现太空人降落，都必须要去协助他们、救护他们，这是规定因为它是国际资产，它不是属于个人。我想这个部分你们要先确定。所以基本上来讲，太空站是不能被攻击的。如果美国假设去攻击中国，假设是剩下唯一的人类间最后的唯一的太空站的话，美国也不可以攻击。一旦攻击的话，那一定是2国的核大战的开始。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困扰是在哪里？是太空垃圾的问题。太空垃圾过去日本曾经有想过用垃圾网来去捕捞，也就是说在卫星里面发出那个垃圾网，去把垃圾捕捞回收。然后再送回地球的时候，让它在大气层被燃烧完成这是一种方式。因为太空垃圾已经对于很多卫星构成了很多的威胁，也就是说，例如说很多卫星它的动能是靠的太阳能板，而卫星本身被这个太空垃圾炸到的话，撞击到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失能。还有很多的卫星，它会，例如说有些国家的卫星做的品质比它差，它在太空一段时间以后，它会自己解体。就制造成为太空垃圾，有的是它的动力失去了，它往下坠落的过程中，它就慢慢的就解体了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太空垃圾。那现在人类间还没有办法定出一个有关于太空垃圾的管制办法跟回收办法，
有的中国大陆前段时间也曾经尝试用机器手背去夹垃圾，因为也就是说在太空漂浮的垃圾中，我是不是用机器手背把你夹起来，然后把你回收送回地球，然后在大气层的过程中都把它燃烧掉。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大陆对于太空的研究跟了解确实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是，这也就是让美国压力很大的原因。是，好，太空垃圾的问题还在寻求这个解决的方案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刚刚提到了嘛，国际法规定是不能太空站进行攻击行动的，但是我们来看到美国这个时候却在加速的，它的是太空军事化。美国媒体自己揭露的，他说呢，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即将部署2款全新的太空武器，包括了这2款叫做第一个牧场，第二个叫做远端模组终端机，目的就是要中断，然后干扰包括来自于中俄的卫星通讯，要瘫痪它的整个太空网路。连美军高层都自己承认说，确实有这件事情。那么包括了他还在说呢，指控中国自己也在演练所谓的太空空战，而美国还说，中国说的这一款太空垃圾捕捉器的民用设备，其实根本就是轨道的杀手，可以进行无声的接近，推动目标，改变轨道。委员怎么看？其实现在都刚开始而已啦，哈。美国所谓部署的牧场，其实那个翻译应该翻译做草地 （Meadowlands）。它的概念是什么啦？就是我弄出一个场域，一个等于是一种电子作战。然后可以干扰在这里面我所要干扰的卫星或者太空武器，它就是名字叫 Meadowlands 哈，草地应该叫做 range 啊，就翻译不一样哈。牧场叫 range， 在这草地，翻草地比较正确啊。那第二个呢，它所谓远端控制啊，那当然我们了解到哈，现在的不管网络啊、通信技术都进步，要从地球上去控制太空中的一个 terminal 一个任何一个仪器。那这个仪器其实说上就是一个人造卫星，这人造卫星完全贴地面上，因为有时候人造卫星打上去的话，就是控制通讯啊，大部分都还依赖它机器自己在运作。可是要从地球上随时指挥它去攻击某一个地点变成武器化，难度还是蛮高的。那现在美国人所想的精穷是什么设计呢？就是比如俄罗斯发了一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只要飞出了大气层进入太空状态的时候，然后它就可以先侦查，知道它的轨道。第二个锁定你以后，就用这个所谓好听一点叫远端控制什么器，其实这是杀手卫星啦。跑去怎么很快速的去撞它？是，因为太空没有空气，所以那个速度可以很快来攻击它，或者跑到那附近里面去爆炸。反正美国人这个想象很多了哈。那这些东西有没有用？你说不能说它完全没用也不对，可是有多好用那就是一个问题。精准到什么程度？像他们军队的研究就说，我精准武器要精准到什么程度？我要投弹的时候要投几颗才会打到，对不对？我这个导弹的话要在圆周公差要几米内3米呢、5米呢，还是30公里，那就别提了所以讲的精确度现在都还不知道没有人看过，都是还在实验室阶段里面了。那对中国会很难吗？可能不是很难。现在问题来，因为中国是高超音速导弹最发达的国家这个俄罗斯有，但是还是跟中国有点距离。中国种类多嘛，速度快嘛，那这个进入这个太空的时候，那种成坡体，你要卫星拦它，那个难度会非常非常的高。是，所以我是觉得双方面的竞赛刚开始所以说。捕捉太空垃圾跟这些东西不太一样，捕捉太空垃圾当然技术档次很高，练久了以后它就会变成攻击武器，可以回收你卫星。你少说了，根本就是要拦截对方的导弹用的。你拦截那个太空垃圾的技术发展到拦截对方的导弹，那就不太一样了对，重点其实目标大家都想要用太空的卫星去拦截对方的导弹真的是终极目标。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的速度可是比太空垃圾快很多了，快很多。不过这是目标。那
这个整个中美在这方面技术竞赛刚开始而已哈。好，这一场技术竞赛，我们要另外一方面持续看到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反差哦，是中国的神舟21号太空人，竟然是在太空站上面还可以启用它的热风烘烤机来吃东西，吃的很丰富哦，包括了烤鸡翅、烤牛排，还有190种的菜色。那大家就在反观说 NASA 记得吗？就是去年我们还在做报道的，2名太空人搭乘波音的太空船升空，却因为这个推进系统出问题，导致2个人本来是8天的任务变成了9个月。返回地球之后，我们都画面上可以看到有照片，这太空人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退化跟异常等等。中美太空竞赛谁会取得最终胜利？李将军怎么看？其实能够在太空站里面这个烤鸡翅、烤牛排是很高超的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看美国的太空人在太空之中。他们吃的食物叫太空包，就一包一包拿出来以后，顶多就是微波，然后那个塑料袋撕开来以后，它几乎是用这个果冻的方式用吸的来补充营养。那没有人说是在太空站里面烤这个牛排的啦。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里头烤牛排的话，如果你家里面通风不好的话，那个油烟味是很重的，你知道。那你在太空站里面，你不可能把窗户打开让那个油烟散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怎么样让这个空气之中能够过滤掉，能够保持太空站的空气清新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这个相当高的高科技啊。那美国这2位太空人，什么叫鸡腿症呢？因为他们在太空之中没有运动嘛，在太空之中待了9个月，完全没有运动，那肌肉这个能量就消失掉，所以腿就变得很细，他们叫鸡腿症。那因为在太空之中没有重力所以它人体的水分会这个向上面这个不会往下肢来这个活动就往上飘，往上飘来我讲的话。那水分就变少，那整个腿就变细细白白的，他们称之为这个婴儿症那但是中国太空船上面，这个太空站上面他们有运动器材，每天要固定去那个运动器材那边做健身运动。那倒不见得是要目的不见得是要练肌肉，而是让他们能够保持正常的体能状态。那这样的话，如果返回地球之后他经过很短的时间复健，才可以恢复在地球上面有重力状况之下正常的生活。那刚刚讲到这个太空的未来作战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战略学者有所谓的海权论，有所谓陆权论，你知道还有空权论。空权论是意大利的战略学者叫杜黑他所提的叫空权论。他认为说是未来谁能够掌握这个空中他那个时代还没有到太空。他认为谁能够掌握空中，谁就能够掌握世界的优势那现在来讲，不只是空中，甚至于发展到太空。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的精虫是不是靠不住呢？尤其是17现在死而复生，还救不了美军，惨遭大陆空警700全面碾压吗？我们要来赶快关心的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家还记得吗？今年我们6月份才在讨论的，他当时质疑的是17的预警机不行，他说这个天机能力才能代表未来最重要的战力。结果呢，本来要把17的计划给淘汰的，现在决定不淘汰就算了，还要把这个计划重启，并且要联合英国一起联手打造。宣称这是北约空战的一个新脊梁。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让美国态度突然间大转弯呢？我们来看到，因为美国的天基系统后来验证下来不成熟，反卫星武器一旦打下来之后，发现了整个 ISR 的网络会瞬间的瘫痪掉。第二点事情就是到现在为止，海军E2范围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完全不能取代E3的战区管理角色。专家就在看了，是不是美国的精穷天网到现在仍然是靠不住，所以在这个时候赶快把17计划又拿回来。大使怎么解读？当然啦，你要把这个EC你要取代的话，那你要有新一代的正一代的这个预警机出来那这个不是1-2天3-5天就出来的。而且说实话，这个 E7 现在已经是它的主力的预警仪系统，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用。事实上，澳洲有4台，英国有3台，这个韩国有4台，土耳其有4台，美国自己有大概有26台以上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做空中预警的主力。那当然就是说 ，Hexas 它，我想它对武器系统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当时会突然来攻击这个 E7啊。那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武器军火工业界这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啊。这里面除了这个它的性能以外啊，可能有这些军火工业在里面啊，想要另起炉灶或者如何。那当然这个很复杂。不过现在这个 E7突然又复活，它其实是这样，它不会说就会停留在它目前的性能上。它事实上它现在的决定就是说，2026年起，整个 E7的这个整个的进行的改装跟升级要移到英国的伯明翰。那么进行这个英国的厂来帮它进行这个整个升级改装。因为这种飞机虽然是它已经差不多2012年才正式入列的那就是正式服役、全面服役。那它不会停留在当时的那个性能上，它性能上不断是在提升的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军火工业回过头来，除了那个理想以外现实就变成这些军火工业公司，它在美国的这个怎么讲？政治体系的游说能力有多强？是。那这个武器会留下来，还是会被淘汰？不是完全是技术原因。我认为这些军火工业在后面的游说，跟这些政治力量的动用可能才是这一个武器最后命运的那么是留还是废，还是把它移到跟英国人合作？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主要的力量嘛。是好，背后涉及的利益非常的多。那不过17怎么说都还是会持续的，现在看起来是会做升级的。刚刚提到了吗？我们节目会把它就是拿这个美国的17跟大陆的空警700。等一下，请干哥来做一个比较。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基本的他们在战力上面的比较。首先来看到平台基础上面是波音对上空警700，它是运9的运输机。那不同的雷达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特别要关注到就是空警700，它具备的是反隐形的能力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再来看到的包括的部署状态，现在看起来17预计2027年才会开始做交付。那么空警700可能已经服役在北部的战区了，战略地位1-3替代品，补强不足，但是空警700可以跟空警3000组双子星，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比较细节的解说。干哥怎么看？双方一比之下，谁能领先？这样子了其实我们必须要直说就是17纪伟英，他是美国因为1-3预警机已经服役了超过50年了比很多现在还在看电视的朋友们还要老，所以它是以波音707为这个架构改装的。那服役非常久了，可是大家要知道1-3预警机其实在整个冷战过程之中是被认可有效而且高效能的一个空中预警机其实老实讲一句，包括乌克兰要打仗的时候，都需要像 P8、像1-3、像这样的飞机提供资讯，它才打得到俄罗斯的船。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这个是属于空中管制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赫格塞斯他说，这个我觉得17是不够好的啦，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我们还是要有天基系统。所谓天基系统就是卫星他认为说，卫星还是主宰一切嘛，飞机哪里能看得那么远呢？对不对？赫格塞斯，你就是没有从基层开始做起，所以你根本不了解。你去问问1-3的飞行员就知道了。你知道卫星一碰到云层怎么办？我现在讲的是还是普通的云层还遇到更厚的云层的时候，卫星啥都看不到，卫星会受到天候的影响。最保险的仍然是有人驾驶的空中预警机，就像17这种，像空警700这种但是空警700，我还是要说句实话，它还是旧的在台，它还是运9的在台。运9是一架非常老的飞机，所以今天空警700它已经针对第5代跟第6代战机跟导弹有更多的光电跟红外感测器这些东西的整合，但是它在台还是旧的，除非你用运20，可是运20它现在工作更繁忙，它现在已经跃升为空警3000了。所以空警700它属于低阶跟空警3000要搭配的状况之下，不能再用这个在台。那你说美军的17是什么在台？17是波音737的在台，这是很运用的已经非常习惯、很老练。可是人家的
人家的波音737都是新造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必须要说句实话，就是说，不管空警700它怎么样的进步，它的载台是老的，那美国的17它的载台跟它的技术都是新的。其实我告诉各位，自从巴基斯坦打那一次胜仗之后，大家就对中国的空中预警系统很感兴趣，也很有信心。但是，除非遇到下一次的战斗，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再做比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点可惜的。这是中美在这个载台上面新旧的一个不一样。那少志哥又怎么看？因为我们这边也刚刚提到了嘛，空警700它的优势，全球世界首款的反隐形反导弹功能，你又怎么看？我想其实这个过去是侦察机哈，现在都叫预警机。它的定位，我要讲在观察中国大陆当中，要看任何的东西，包括它在这样讲体系化作战里面的位置。所以这里头来看，无论是现在已经在服役的空警500、600来去，现在700也已经在今年都看到了。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或者说中国大陆决定上很重要。所以在整个我们来看，因为它可以配合陆海空都可以进行，而且对它很重要。然后上连接包括航太的，刚刚讲这些北斗卫星等等。所以要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个体系，就像人的4肢5官一样，虽然预警机不见得真的是大脑，但它至少一定是小脑加脊椎。所以在协调所有手脚各方面陆海空，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是除了陆海空火箭军，还有现在它发展出网络航太的4个兵种，刚刚前面讲4个军种，这个部分要非常大的协调，尤其一旦真正的打战，其实前面在进行演习也都需要。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预警器的过程里头，虽然这是美国先做的，可是他把定位在体系化作战定得更清楚，而且在整个研发过程里头，首先预警机在这个雷达侦测它需要非常大的能源电力的管理。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能源电力非常厉害，你真的不知道预警机上面有多么厉害的锂电池，甚至有没有未来有发电的系统，长期的支援在空中哦。第二个，它在过程里头，因为量子传输，在传输到包括卫星跟其他的各个兵种当中里头，已经很确定中国大陆已经发展出量子传输了，所以已经军方在用了。这我们现在不知道系统是如何，已经确定了哈。第三个当然就是整个过去预警机来讲，都知道传统的观测雷达 SLAR 以及包括所谓的这种电子阵列的这所谓的这个监测器之外 ，ASA 系统，中国大陆还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光电跟红外线的侦测，但是什么？外界其实并不知道的，所以这些其实都带动。那我最新听到的最新评论说，有可能预警机不只是要别的飞机来保护，预警机身上可能会装雷射系统。避免无人机的部分的攻击哈，所以这种可能性就使得预警机作为一个被动者，现在变得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当中，持续看预警机的发展，过去是美国的，是 copy 的没有错，但是它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体系了。好，那大陆走自己的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是说，空警700还会跟另外一个来结合。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提到的空警3000，组成这个叫做新一代的双子星，战力如何可以彻底让美军无所遁形吗？夏伟哥怎么看？其实空警3000跟空警700基本上是2种不同级别的这种预警机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因为本身上面飞机的这个机载雷达所能够侦测的那个距离，然后呢距离大小，然后以及它飞机的这个雷达大小，以及它飞机所能够供应电力的这个大小，让它这个飞机本身其实它能够具备的这个预警能力是不一样的。那空警700，我看了一下它飞机上面所装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配备来说的话，它比较像是针对海军在那个固定翼的这个需求，然后做的一些跟空警500之后的这个强化改装。因为其实那个解放军的空军跟海军，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定翼机的部队，也都有各自的岸基的这个战机部队。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空警700基本上是为了海军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就是岸置这种就是岸基的固定翼的那个机队所开发出的预警机，所以它当然会有很多更多的这样的功能加在上面。譬如说，我们看到它的机身两侧装了这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等等，然后搭配它其实那个原本空警500上面就具备的这个圆盘的那个固定式的这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它可能是要针对包含可能是类似像其他方面的这个东西呢，要做更精细的这样的侦查之所需。那空警3000它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的一款主力的这个预警机，它的那个任务跟角色呢是要取代过去的空警2000。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的研发的这个预警机基本上一直是有2个路线，一个是大型的主要的这个战场那个载质性的，就是那个大规模战区控制性的这个预警机，空警2000到空警3000，然后它
战区内这种包含这种战役作战等级的这个预警机，包含空警200、空警500、空警700。那空警500是空军的，空警700是海军的。双方那个彼此用途不同，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你借由空警3000或者空警2000，这个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样空中预警之后呢，还是要有那个类似像那种空警500，甚至于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解放军海军有空警600跟700，因为600是海军舰载的，然后要随舰队远洋出征的，空警700是维护它这个岸基解放军海军的这个岸基航空兵，然后作为这个海上作战那个空中作战管制之用，两者其实可以说是互有这个互补。中国大陆的93阅兵了，可以说这一次的排场跟面子之大呢，可以是震撼了全球哦。我们根据这个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他们统计，电视跟网络的收看人口高达了23.5亿人收看。当中呢，也不乏一些这个全球政坛的大咖，像是远在美国的川普总统，他也是这个数字里面其中之一啊。他这次也称赞这次中国的93阅兵办得很好，是一场美丽的典礼。他用这个 beautiful ceremony 来描述并且在看完之后呢，他立刻就向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说呢，中国现在这个阅兵办得这么大，武器这么厉害，要求五角大厦要重建军队，然后恢复对中国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威慑力啊。所以美国的立场很明显了，可以说是一手送花夸赞你，另一手要拿刀，我要防御你，我要这个震慑你这样的感觉。那美国的太平洋空军司令这个施耐德呢，他更是说，美军看到这一次解放军端出来的阵容也是毫不畏惧啊，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 B-21逆中轰炸机，还有 F-47第6代战机等等这些2张王牌来反攻这个解放军。好。B2家族在今年有很多动作，它的厉害之处大家都知道。但是忽然端出这个 F-47这个第6代战机，大家就很好奇了，因为目前的公开资料对于这架新式战机都很神秘啊。那在看完了93阅兵之后，竟然端出来讲，我想先问一下厉将军，美军的这个第6代战机真的是可以拿出来跟解放军抗衡吗？我先讲这次93阅兵确实给美国很大的一个威慑跟震撼从2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我相信川普在之前预演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收集相关的情资来作为他尔后的应对的方式。但是当川普看到那些在夜间预演展出来的装备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有被震撼到，而且他也看到这个预演部队的踢的正步来讲的话，我想对他感触是很深的。所以那个时候在93之前，他就要求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国防部要改成战争部这个很明显的，是不是因为看了解放军的阅兵之后，他觉得说我这个国防部这个名称太过于保守，我不能只保卫我自己国家，必须要对全球继续有军事威慑的力量，所以他要求说是改成这个战争部这是第一个他的反应。第二个他的反应更有趣他要求什么呢？他说我们在6月14号陆军办那次阅兵，跟这个解放军比起来，那差太多了，气势输给人家，所以叫海军说秋季的时候再办一次海军的阅兵。我相信从川普这个2件事情的反应，我觉得就可以代表说美国的那种心态已经昭然若揭了。当然这次来讲的话包括到这个美国太平洋这个空军司令这施耐德讲这种话。那 B-21跟 F-47我跟各位介绍 B-21在什么时候？它是2023年的时候有试飞确实有飞起来，但它只拍了1次它的试飞镜头之后就没有第2次的试飞就紧接着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试飞，2024年它就宣布量产。那当然那时候很多军事的专家就觉得说，这根本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你才刚试飞，你还没有验证，而且要不要做修改或干嘛，都还有很多工程要做。那你怎么就突然交给人家做量产的呢？那我觉得说是这为什么美军那么急着量产 B-21逆中轰炸机？我觉得也是有感于中国军工的威力速度越来越快，它再不赶快生产来讲的话，它将会赶不上。果不其然，我们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解放军展示出来它的6代机包括到这个号称歼轰36，还有歼50等6代机都已经出来了。那当然对美军来讲，他可能事先获得这个情报，所以他才急着将 B-21量产。但是我觉得还有第2个原因，我觉得因为美国自己通货膨胀的关系他那个不赶快下单。那如果说等到都试飞都完成了，都已经成熟的机型再去量产的话，那时候价位可能更高。
所以他美国国防预算在这个捉襟见肘的状况之下，所以他尽快下单。那我们从其中也看得出来哈，这个美军在这武器方面来讲，确实是在积极的想要追赶中国，可是可不可以追赶得上，我们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那 F-47更是笑话一则了。我觉得别人讲就算了哈，如果说是一个军事评论家啊，或者是说一个这个很酸的新闻记者讲这种，那怎么会太平洋空军司令讲这句话呢？因为 F-47，我想包括连我都知道，那只是连图纸都还没有画出来，那只是川普在这个之前看到解放军。歼轰36第6代机已经出来以后，他只是口头上的宣示交给波音来生产。那波音把他20年前设计的一款战机的图样拿出来糊弄大家。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个 F-47它的设计，我们看到它那个，当然那只是一个示意图了，可是很明显它有个特征，就是压抑的设计那这个压抑设计，美国以前一直在嘲笑中国，所以你看你那个歼20是压抑设计，那个是败笔啊，你就是因为发动机的推力不强，你必须要用压抑来做补助，那个压抑设计就会丧失你的隐身性，因为你在前面那个压抑变换角度，可能雷达的反射截面积会更大。可是这次这个美国自己他 F-47，大家是说，因为川普是第47任总统，那他推出来的那个示意图，我们看到 F-47就是压抑的设计。那你是不是反过来这个学中国的这个战机的那种设计图？这个以前都说中国抄他们的，那这次很明显的变成你美国抄中国的。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不管是川普讲的话或者是施耐德讲这种话。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中国这次在阅兵所展示出来的武器，包括战略级的洲际导弹，包括战术级的对舰攻击导弹还有空中的战机，还有可能我认为说是福建舰即将成军还有各项战斗级的各项这个无人机，包括无人机、机器狗水下的这种潜舰作战的武器。还包括反无人机的装备，所以从战略、战术、战斗的各项武器，我觉得这次当然就包括我们这个军迷来讲，都看得眼花缭乱。那美国我想说这几天五角大厦可能忙得不可开交，要仔细去分析一下这些武器的性能。那从这也看得出来这个美国他们总统跟施耐德的反应讲这些话又酸，是又嫉妒又酸那也代表这次我相信这个大陆来讲，他们这次确实是很成功的一次阅兵的武力展示。没错，因为让这个假想敌都急了，可见这一次中国的93阅兵的壮盛军容跟强大的战力呢，真的以客观来讲，这个全球军武强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那如果我们说第3名的中国大陆加上第2名的俄罗斯一起来对付第1名的美国，哇，那真的就非常紧张了。美军还可以一派轻松吗？我想应该是很难，不然高层们也不会那么的酸了。所以川普看完阅兵之后，立刻要求要恢复对中俄的威慑力不过解放军是一回事，后面还有俄罗斯跟普丁这个令川普也是又要跟他保持好关系，但是又非常忌惮的一个角色在后面。要是怎么观察，一旦第2名跟第3名加起来，美军该怎么办？其实你讲中国大陆是第3名，现在已经不一定了，也不一定。在93阅兵之后，其实它展现的，光是在战略核武的核主层面呢，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跟俄罗斯已经不相上下，跟美国你说相去多远呢？大概就是在水面下的战略核子动力潜舰，数量上，美国有将近18艘到20艘。Ohio 级的，就是核子动力战略潜舰。那中国大陆就是6艘094，不过现在他们在准备096要出世，所以你看到巨浪3的这个呈现，其实已经就某种程度平衡过来，而加上水面下的无人动力的武器，这个潜舰它的攻击力，这个我想应该有相当的威慑力。所以美军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恢复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威慑力因为川普说他看了，可是呢，隔一天，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骂他，用社论骂，也就是中国的武力阅兵是一个讯息，什么讯息？也就是它已经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军力平衡，特别是太平洋的军力平衡。
而川普却依然喜欢他那套外交方式。他说，《华尔街日报》说，川普你应该加注在对军事的投资。可是你看看美国的军事预算是中国大陆3倍以上啊，9000多亿美元。然后川普也在第1任的时候成立太空军，那现在他要把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可是川普显然看到这个社论，所以第2天他就对国防部长赫德塞斯说：“你要想办法增加我们的军队，展现出对中俄的威慑力。因为一方面他对俄乌战争无法结束，他说我要接下来制裁俄罗斯。那所以呢，到底怎么样能够美军现在增加对中国大陆的威慑力？要不然他有战略重器要出来，要不然他有关键的武器可以在军事平衡上取得优势，或者是他有极大的量在战区取得优势，那或者是第4个，也就是他跟这个区域的这个盟邦结合成一个某种程度相当具有代表，不是单纯防卫性，而是这种攻击性的军事联盟。虽然法律上是不允许，但是呢，这种东西出来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我们现在战略这个重器，那哪有什么 B-21 第2架这个做出来7亿美元一架，那其实能够做多少架不知道。那当轰20出来的时候就平衡了。那 F-47当然了，当一个太空司令他应该是2星3星的上将，他讲这个话是不是代表 F-47已经有进一步的资讯，我们不知道。不过就一般我们外面的公开资讯是很怀疑，就像厉将军所讲的。那所以美国还有没有什么战略重器出来？其实这是有限的。但关键就刚刚我提到的，它就是在核子动力的战略潜舰数量较多。但是呢，这个如果就跟你刚刚讲，如果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加起来的话呢，就超越美国的这个数量。那它有没有关键性的武器在这个太平洋区域可以去这个影响到军力平衡？刚好相反，因为这一次的阅兵，中国大陆所展现的鹰击15、17、19、20跟21，那个21还跟东风21放在不同的方队，所以光这5项鹰击系列，如果再加上东风21的话，它对这种超高音速的这个弹道飞弹其实具有相当大的这个威慑力啊。那是在大陆这边呢，因为它的末端的速度可以接近10马赫，你根本可能拦不到。因此，美国有什么东西呢？它根本连测试都还没测试成功。那还有它跟区域的结盟，可是你看到韩国也派他的国会议长到这里来，也说不太愿意驻韩美军过于灵活运用，也就是说，也可能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驻韩美军来协防台湾。问题这种纯假设，而且根本美国现在自己本身都否认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联盟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是。因此，你现在说恢复对中俄的威慑力我觉得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呢，它可以恢复对委内瑞加的威慑力，那绝对没问题的。了解。好，我们接下来聊这一次93阅兵里解放军呢，相比美国端出了2张看起来空空的王牌解放军这次展现的空中战力就是真的有东西了。我们看到的歼击机梯队可以说是人丁希望啊。歼16D、20、20A、20S， 还有最新的逆中战机歼35A 等等，你看这个型号一字排开，多丰富。新华社就分析这辆歼35呢，未来会以隐身制空能力跟歼15系列的舰载机来协同配合，这样就可以赋予中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呢，兼具隐身突防跟饱和攻击的能力好，不止在空跟海方面。太空战力方面呢，红旗29现在不只是全球最强的拦截系统之一，它还号称是这个卫星的猎手能够拦截到500公里高空位于大气层外的飞弹跟低轨卫星。好，严廷哥，你也是这个对军事非常敏感的专家，这一次共军他们展现出来的空中战力，或者是说加入了太空战力，有特别琢磨，你觉得他们想表达的一个表态是什么？我认为空中战力来看的话，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中程僚机，因为我们平常都只是行诸于语言，但中程僚机我们叫做歼20S，对，那这是双座，双座后面那一个就是控制中程僚机的。那这第一次实际上已经变成具体成型的一个战力。它这个可以讲说，中程僚机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双逆中。
这个歼20出来了，歼35A 出来了，双逆中，全世界双逆中战机的只有美国跟中国大陆，那其他国家都没有。那在这个方面，他这一次在93阅兵的时候把它做展示，换句话说，它可以更灵活的来运用。什么任务用歼20，什么时候任务用歼35A，它可以做不同的分配，换句话可以实施全域打击。第三个特色就是我们讲的全载重的舰载机，我们叫做歼15T。歼15T 的话，它弹射的话，它这个不用再滑跳了，上面可以满油满挂载，那是不是做饱和攻击用？这换句话说，这3个特色，有中程僚机了，有全载重的舰载机出来了。那这样来配合搭配在福建舰来使用，因为辽宁跟山东的这个航母，那它只是有滑跳你不能加满，你加满它推力还没上来，升力还没到你就已经离舰了，所以你只能半挂载。但是歼15T 它全挂载。另外来看这个太空战力，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红旗19跟红旗29。我们知道拦截弹道飞弹呢，一个是推升段加速，然后进入轨道之后中段。这个在飞行段，这是我们叫在地球轨道上飞行。最后末段，因为它也要重返大气层了。对。那现在还变成双拦截，第一个中段拦截，第二个末段拦截。你这样的话，我们讲的红旗29就是中段拦截。你的推升段，全世界到现在没有推升段拦截。那刚刚发射你发现得到吗？那么远，你没办法。推升段没办法，它进入太空，这个我们讲的中段拦截跟末段拦截，那现在。中国大陆具有双弹拦截，也是全世界唯二了。因为就美国用标3跟标6来搭配萨德系统，然后在末段的爱国者系统。那中国大陆这个后发先至，因为红旗29可以打到500公里。我们知道低轨人造卫星是200公里，一起到1000公里，但大部分都在4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这个低轨非常的多，像中国大陆的那个太空站啊，叫做天宫太空站，408公里。你看它可以打到500公里，它也超过了。换句话说，它上去了，越过卡门线100公里，然后进入太空，进入轨道，然后打低轨人造卫星，还有打弹道飞弹。所以中国大陆具有这个反弹、反双导，你变成在中段的时候这个中段，然后末段的时候呢，用红旗19，因为红旗19可以打到150公里的高度。我们的卡门线是100公里。它可以打到150公里，或者要重返整个大气层的时候，从150公里拦截到100公里，然后到大气层拦截，交给红旗19这一段交给红旗29，变成双反弹拦截，那这个就成型了。那任何以后打核威慑的时候，双方会有核武的这方面的报复行动，但是可以来在中段飞行还有末段飞行的时候实施反导，把它在太空中。还有重返大气中做狙杀，或者变成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核子保护伞出来了。为什么？我这个只要经过我这一方面的话，我通通可以用红旗29做第一段截杀，第二段还有渗透成功的，再用红旗19做第二段截杀，它所有双反导的能力已经成型了。